为什么说急性子的人都很难有好命呢？因为急躁这种心态其实蕴含着很深的因果道理。当我们深入观察，便会发现急躁的本质是内心贪欲的一种显现，它如同烈火般炙烤着我们的心神，让本应清明的心智变得浑浊不安。仔细观察那些容易着急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往往充满紧张感，做任何事情都迫切想要看到结果，而且必须是符合自己预期的结果。一旦事与愿违，内心就会陷入巨大的波动。这种状态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进步，反而会让人心浮气躁，在重要时刻频频出错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急躁的情绪会像涟漪般扩散，影响周围人的心境。急躁的根源在于对结果的执着。当我们过分在意得失时，心就容易散乱，心一乱，判断就会失准，做事就会失去章法。古人说欲速则不达，正是因为过于急切的心态会蒙蔽智慧，让人看不清事情的本末先后。急躁其实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贪念，想要跳过必要的因缘过程，直接获得理想的结果。但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其自然规律，就像春种秋收一样，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最终的收成。佛陀教导我们，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强求不得，保持平和的心态，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节奏，才是明智之举。经典中常说心平气和，正是因为平静的心，才能生起智慧，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。就像流水不会刻意争先，却能长流不息；竹子不会急于生长，却能在适当的时节节节高升。人生也是如此，重要的不是一时的快慢，而是持久的稳定。当我们学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，不急不躁，不贪不求，自然就能避开许多无谓的烦恼。记住，真正的进步往往发生在看似缓慢的积累之中。让我们以智慧之光照亮内心的急躁，以平和之心对待生活的起伏，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自在的人生。01，着急就是业力，很多因果来源于此。着急其实就是你痛苦的业力。佛学认为，诸法无常是世间实相，一切事物皆在因缘中变化，无法恒常不变。而着急的本质是执着于结果必须按预期发生，过程必须即刻顺遂。前者的典型表现就是急于升职，急着成功，急着看到回报，认为只有结果实现，当下才有价值，从而否定过程中的等待、积累，甚至挫折的意义。这本质是将结果等同于自我价值的我执投射。后者的典型表现就是害怕失败，害怕延迟，害怕失控，认为过程不顺就是灾难，从而在可能出错的想象中焦虑不安。这是将无常变化视为威胁的法执显现。金刚经讲到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
着急者试图抓住不可得的当下与未来，心却被结果的幻想绑架，无法安住当下，只能在过去的遗憾与未来的担忧中撕扯，在求而不得中引发焦虑，刺激愚痴烦恼驱动的意业，而着急作为意业，会立刻显现现实果，比如急火攻心，判断力下降，专注力涣散，言语急躁，引发冲突，行为失当等。这些果报并非来世惩罚，而是当下意业、身口业、苦果的即时循环。如业报差别经所言，心行处灭，罪福无形，然其果报如影随形。若长期纵容着急情绪，会形成习气业，如同在心田中反复播种焦虑种子，最终长出急躁性格的参天大树。这种习气会自动驱动后续行为，遇到小事便条件反射式焦虑，如等待时频繁看表，他人未及时回复便心生不满，难以享受过程，永远被未达成的结果追赶。此时着急已从偶发情绪升级为业力惯性，成为轮回中心随境转的束缚力，成为未来情绪失控的潜在业因。若想斩断着急的意业，首先要破除实有执，专注于当下的因而非未来的果。佛学认为，任何结果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而非单一意志的结果。着急时可默念三问：这个结果需要哪些因缘？我当下能做的因是否已尽？若因缘未到，着急是否能改变规律？其次要培养平常心。着急的反面不是拖延，而是在过程中安住，将做事本身视为目的，而非达成结果的手段。吃饭时好好吃饭，走路时好好走路，如禅者搬柴运水，无非妙道。在最平凡的过程中关照信念，不被下一件事的结果牵引，将结果视为过程的自然显现。如农民种地，专注于耕地、播种、施肥，至于收成结果则交给天气、土壤等因缘，不执着，不强求。今刚经所言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核心，正是不执着于结果的住相，在无所住中保持积极行动，在积极行动中保持心无挂碍，这才是以智慧转化业力的活法。一行禅师曾说，当你着急时，你就错过了当下的生命。切断着急，不是放弃追求，而是在追求中保持清醒，清楚结果由因缘决定，而自己唯一能掌控的是当下的起心动念是否清净，当下的行为是否如法。当你不再将结果视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尺，便会发现过程中的每一步觉察，每一次耐心，每一份专注，本身就是在种下平静与智慧的善业种子，而这颗种子终将在因缘成熟时结出不被结果束缚的解脱之果。02人缓则安，事缓则圆。越是性子急的朋友，越要沉住气，把这个视频看完，因为我将告诉你一个99%的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你越是放松，结果往往会越好。
人在紧张烦躁的时候很容易出错，很难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。你越是平淡时越顺，越是有智慧的人越沉稳。人与人之间比的就是内在的定力，谁被引起情绪谁先输。事缓则圆，凡事不可操之过急，欲速则不达。当你遇到不利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静就是急，不乱就是不错。尤其是你的心，千万不能乱。很多时候感受一下当下，让事态发酵一下，让万物流转一下，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。因为静能生定，定则生慧。你需要的是静观其变，专注于当下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人一定要越早地知道一个真相，那就是你的着急与紧张帮助不了你解决问题，反倒是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很多人一生都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，实际上你那些瞎着急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反倒是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，还会把自己弄得慌乱不堪。你瞧瞧自己都在着急些什么？早上着急去上班，上班后又开始着急下班，下班着急着做饭，做的时候又着急赶紧吃完饭好刷剧，着急去睡觉。有的人着急结婚，结婚后又着急要孩子，有了孩子又着急孩子上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。有没有发现，你的一生几乎都在这种着急和焦虑中度过？到底在急什么？其实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下一件事情永远显得更重要。为什么会被这样？因为你活在欲望之中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一想到就巴不得马上得到，一刻都等不了。于是就被这种欲望，这个念头牵引着度过每一天，总是在追赶，总是在着急，总是处于紧张慌乱的状态。可到头来你又忙了些什么？回头看看，好像什么都没做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当下都被你当成了实现未来的踏板而被忽视了。就这样，无数个被草率对待的当下串联起来，形成了被草率忽略的一生。如此看来，我们似乎从未真正的活过。再看看另外一种情况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为什么要和你的伴侣急？因为你想要理解，可是他从来不体贴。你为什么会跟孩子急？因为你想要成绩好，可他就是不上心学习。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急？因为你想要变得更好，可自己又做不到。有没有发现，底层逻辑都是我想要某个结果，而且想要马上得到，得不到就着急，所以就乱发脾气内耗。总之，着急是因为我执太重，而真相是本来无我，心外无物，一切都是心的投射。心就像一面镜子，你遇到什么因缘，就会映照出什么影像，也就是人生。这个因就是一个意识印记，曾经你有过怎样的执着，那一个意念的意识印记就会储存在你们的潜意识里，遇到合适的缘，就会显化出影像。所以人生如梦，这一切并不真实，而你一生的所有情节，上一秒吃饭，
下一秒工作等等，都是因缘注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计划只是你把人生认假当真后的计划安排，是妄上加妄。所以下一个情节该是什么还是什么，跟你怎么妄想无关，只跟因果有关。想要快点得到，得不到就着急，这不过是认假当真的执着。剧情如何只与因缘有关，所以不管大事还是小事，着急都是没有用的，只会忙中出错，只会生出更多的妄念，种下恶因，形成恶果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真正的高人都会善用其心。什么意思？觉醒的人都会明白，人生只是心头射出来的幻想，本性空性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，才是真正的你。镜子本来无一物，无论它映照出什么，都不会影响它本自清净。照出大便，镜子不会臭；照出鲜花，镜子也不会香。一切都干扰不到你，自始至终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因为你这香了才会执着，才会着急。所以一旦觉察到自己着急了，马上就要置换即离，回到镜子。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就像六祖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重要。吃饭、工作、看书都是幻影，样样都一样。是你的认假为真产生的分别，才有了你认为的好与坏，对与错，对和是。所以每一天你不是在焦虑未来，就是在后悔过去，怎么能够不难受？而这一切不过是妄心盖住了智慧，真心一旦攀援，就变成了妄心，忘了你是镜子而白白受苦。那怎么办？一个字：观。既然智慧一直都在，不过是被妄心盖住了，那么不再认假为真，不就回归本心了吗？所以观是从心里往外看，是回归到本心。你是镜子，自然人生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那还执着什么？没有执着，哪还有痛苦？所以你只要保持觉照，念其不随，看到它，接纳它，不随它，注意力就回到了镜子，回到了觉知，也就是安住当下。当下就是自性本心。吃饭的时候就吃饭，喝茶时就喝茶，这就是观自在。只要看破真相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没有第二念、第三念去想接下来要急着干什么，或者这个茶哪个更好喝。心是镜子，来什么照什么就好，直心应对，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万物而不伤。专注于当下，这样一来，你就回到了真心，回到了镜子。心能够照出一切，能生万法，所以本自具足。正如佛陀说的那句，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当你意识到真正的自己本自具足，也就不再是那个匮乏的妄心。投影源变了，你们说外在的相会不会也变？所以不用操心你的人生，你只要操心你的良知着急，它是认假当真的，
妄念执着毫无意义，只会更糟。专注于当下，用心若镜，才是回归圆满。心是投影源，心变了相，自然会变，这就是相由心生。所以你真正要做的不是着急，而是专注于每一个当下。其实是说到底，专注当下也只是一个法门。我们在想过去的时候就容易纠结，我们在想未来的时候就容易幻想。无论是纠结也好，还是幻想也好，我们的想法念头都是杂乱的，很难让你心安定下来。唯有你专注于当下，你才有可能不那么多，你的心也就拴住了。这种法门其实也是以气除气，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通过对注意力的执着，来把对内容的执着都放下。这种方法是比较方便的，所以得到了很多修行人的认可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，那到底是专注于当下的事情最好，还是把当下也去掉最好？也就是专注当下和空空如也，哪个更好？按理来说，当然是把对当下的注意力的执着也去掉是最好的。但你如果要问是不是空空如也才是更好，那空空如也呢，就有可能是你把空当作了一种执着，执着于当下它是一种方便，你执着于空也是一种方便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在真正没有什么执着的状态下，其实并不是空的，而是什么都可以。就像上面我们说的镜子一样，镜子在照东西的时候，你觉得它有执着吗？什么在它面前它都会成像，但是什么像都没有在镜子上，没有真正的在镜子上。镜子的那种状态其实就是很自如的，很自由的，它既可以什么都没有，又可以什么都能照出来。所以真正的不执着其实是自然。一开始我们都很杂乱，这样的我怎么能够解决不杂乱的问题？所以我们就需要执着于某一个事物，通过它来把其他杂乱的事物给剔掉，这样我们执着的事物就变少了。当少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就好处理了。就比如说100只兔子，你如果想去抓它，那肯定很难，但是1只兔子就比100只兔子要好抓多了。而专注当下就好像把100只兔子变成了1只兔子，但是如果说你把当下去掉，变成空空如也，那也就说明你把1只白兔子变成了黑兔子。之前你是执着于当下，现在你是执着于空空如也。其实还是有东西，虽然这个有的东西叫做空，但其实还是有一个空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在跟你咬文嚼字，也没准你表达的是真正的那个空，而不是在你脑袋里面的那个空。但是为了避免有些朋友理解成为还有一个空，所以还是需要强调出来。总之，只要你能够做到专注于当下，那么你的生命状态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你的人生会很清静，很幸福，很通透，很自在。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，心在什么境界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。修心才是生而为人走向幸福之道的利器。修心、静心、养心、悦心、悦人，
悦己。人一旦开悟了，就会活在当下，每一个时刻，不再内耗，不再恐惧，不再抱怨，而是以一颗平和、善良、感恩的心去拥抱这个世界。03，改变急性子，就是在改变你的命。改变急性子，就是在改变你的命。性子急的人，做事风风火火，缺乏包容心，一言不合就容易情绪翻涌，藏不住事，也稳不住心，凡事总想尽快有个结果，却不知事缓则圆，人缓则安。急是一种贪，是渴望快速得到结果，是希望外在的一切如自己所愿，急于拥有，急于掌控，急于征服，却往往在急躁中失去更多。急会让你错过当下的美好，也会让你看不清人世的真相。人在着急时，注意力只会集中在目标上，既容易忽略危险，也丧失了清醒的自我。在没有清明思维时，贸然行动就容易出错，进而陷入焦虑和后悔。万物的运转自有其时节，早一分晚一秒，都有其因果时序。人能真正左右的其实很少，在什么时候遇见谁，发生什么事，命运何时转机，这些都不是急得来的。既然如此，又何须慌忙？人的内心与外在世界是相应的，心急就映照出浮躁的世界，心平才能照见从容的人生。心静能通万事理，心安可解千般结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往往是冷静而理性的，欲速则不达，静能生慧。该如何在日常中修得一颗不急之心呢？关键有二：其一，安住于当下。楞严经云：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越是急事，越要缓坐，让自己先稳下来，把握好眼前这一念。当你不再急着要结果，思绪便会清晰，危险自然远离，你的世界也会随之安静。人生很长，安住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才能走得稳，走得远。其二，放下过高期待。佛医教经有言：知足之法，即是富乐安稳之处。即常常是因为贪求太多，又觉得时间太少。试着降低要求，不必非要在预期的时间内成为理想中的自己，多看看自己已经拥有的，而不是一直眺望还未得到的。以上两条，归根到底，无非是修一颗如如不动的心。人生万千纷扰，守住一颗宁静的心，才能看清万物循环往复中的大道。记住，你的心在什么境界，你就活在什么世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事缓则圆，人缓则安。愿你褪去躁气，心生清凉，从容生活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